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变成 INFP。某天，你坐在咖啡厅，手上端着一杯终身杯拿铁，眉头微皱地阅读存在主义的未来与社会变迁，心里还在盘算着如何改善朋友最近的情绪低落。但突然，你灵光一闪，放下书，内心浮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：管他的，世界怎么变关我屁事，我想写诗。你大惊失色，心跳加速，你可是个 INFJ， 怎么会开始变得这么不讲究计划，随心所欲，沉溺于自己的感受？这时候，你的直觉开始尖叫，不对，这是 INFP 的行为啊！但已经太迟了，你的理智被绑架，你开始写诗，然后发现自己正在买机票，准备一个人去西藏，寻找内心的平静。亲爱的 INFJ， 你正在 INFP 的变异过程中，别慌，让我们好好来分析，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一个严谨、内心戏丰富又充满未来计划的 INFJ 突然变种成 INFP 这种潇洒不羁的浪漫主义者呢？第一章， INFJ 与 INFP 的灵魂之间隔着一条河。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 INFJ 和 INFP 究竟差在哪里，这样才能理解为何 INFJ 会叛变。INFJ 是哲学家、社会改革者、未来规划大师，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画出一条宏伟的未来道路，然后努力让它变成现实。他们渴望意义，寻找人生的价值，并且希望透过帮助他人来实现更高层次的使命。INFP 是艺术家、诗人、流浪哲学家，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并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。他们不会因为外界的标准改变自己，而是选择按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。简单来说， INFJ 会为世界燃烧自己，而 INFP 会为了自己的感受而活。但有时候，当 INFJ 被逼到极限，他们会突然叛变，舍弃原本的理性计划，转而变成一个热爱当下、活在内心情感中的 INFP。第二章，当 INFJ 被生活狠狠甩巴掌，灵魂开始崩溃。当 INFJ 被社会现实击溃， INFJ 很擅长画大饼，规划一个伟大的未来蓝图，甚至可能会自信满满的想要改变世界。但如果现实狠狠地给他一巴掌，例如努力多年，发现世界根本不想改变，试图推动社会运动，却发现没人 care， 精心规划的未来突然崩溃，创业失败，理想职业无法达成，自己帮助过的人最后却反过来伤害自己，牺牲太多却没被感谢。这时候 INFJ 会产生严重的我这么努力到底为了什么的疑惑，开始动摇自己对世界的信仰。结果就是 INFJ 突然不想再管世界了，他们开始像 INFP 一样转向内在，沉浸于自己的情感世界。当 INFJ 被情感压垮， INFJ 虽然擅长理解别人的情感，但他们的 Fe 外向情感让他们总是为了别人而活，却忽略了自己的感受。如果他们长期处于这种付出、压抑、崩溃的循环中，最终会爆炸，进入一种极端的我不管了，我要忠于自己的状态。这时候他们的 Fe 外向情感崩溃， Fi 内向情感开始占据主导，结果就变成 INFP 模式开启。当 INFJ 长期压抑 C 外向感觉，终于爆发。 INFJ 的劣势功能是 C 外向感觉，这让他们很少活在当下，总是专注于未来与抽象概念。但如果 INFJ 长期压抑这种对当下的渴望，到了某个临界点，他们会突然大解放，变成一个极度放飞自我的人。这时候他们会开始做一些 INFJ 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情，裸辞去环游世界，开始学画画、弹吉他，完全不管现实的压力，开始拒绝计划，变成一个浪漫的流浪者。这时候 INFJ 其实就是进入了一种极端的 INFP 逃避模式。他们不是不想计划，而是计划太痛了，他们想要逃避。结语， INFJ 变成 INFP 不是错，而是进化。 INFJ 在极端压力下转变为 INFP， 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。这不是 INFJ 真的变种，而是他们短暂逃避现实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内心，最好的做法是适时允许自己拥抱 INFP 的特质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 INFJ 本质，
让内外世界取得平衡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